好，观众朋友，带你来看看川普最近做什么事呢？他到了将军大会，也就是全球800位的将领齐聚一堂哦。好，那他也是蛮急讨拍的人哦。他说：“哦，想鼓掌就鼓掌。”这个好有既视感哦。好，那一场由赫格塞斯精心策划，对军方高层进行的思想改造的集会哦。因为川普的不请自来，现在变成了一场尴尬又紧张的政治大秀。好，因为他面对了数百名的将官发表演说时，竟然遭到全场一片的死亡沉默对待。我觉得这将领们也蛮有种的哦，敢这样对川普。好，所以川普就讲说啊，他从来没有进过如此沉默的房间。如果你们想鼓掌就鼓掌吧，如果你们不喜欢我说的话，当然你可以离开房间。那当然哦，你这个军衔就会就此消失，你的前途就会就此终结。所以马上就威胁了各个将领们。好，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I've never walked into a room so silent before. This is very. Oh, don't laugh. Don't laugh. You're not allowed to do that. You know what? Just have a good time. And if you want to applaud, you applaud. And if you want to do anything you want,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And if you don't like what I'm saying, you can leave the room. Of course, there goes your rank. There goes your future. 好，那沉默从他讲这句话之后就不沉默，大家笑了一下，我真的是颇尴尬。好，那川普就说，如果我不喜欢某个人，我就会立刻当场的解雇他。他真的把美国当成他自家的公司呢。好，美国防长当然现在也有说话，他说国防部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训练战士而不是防卫者。他说打战而不是要防御。他向全场的将领也说，对于新的要求不满的，应该要知所进退。好，我们来听听赫格塞斯怎么说。Frankly, it's tiring to look out at combat formations or really any formation and see fat troops. And that's why today at my direction, the era of unprofessional appearance is over. Simply put, if you do not meet the male level physical standards for combat positions, cannot pass a PT test, or don't want to shave and look professional, it's time for a new position or a new profession. 好，所以呢，他也是不断的跟将领们说，如果达不到一些标准的话，包含的是体测，还有鹈鹕保持专业形象的话，还有他不想再看到肥胖的军队哦。他把整个标准都讲出来了。好，那到底为什么他要特别讲这个呢？其实哦，这跟他们过去发现的一些问题有关系。因为华府的智库他们会最新研究，就发现说，这个体重过重的问题，每年带给美国军方是12.4亿美元，大概是401亿台币的损失哦。那现役人员因为肥胖并发症住院，这个损失生产力是达到了大约新台币31.63亿元，所以美军应该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哦。那肥胖计划在现役的军人当中减少不到1%的体重，而且有减掉的体重也都没有办法保持下去。那也看到美国国防部确实有在努力啊，他们是用营养跟训练来降低肥胖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足，因为军事设施啊都没有增加一些营养食品，反而引进的是速食店以及娱乐文化，所以最终导致到了肥胖的问题。好，那当然现在看到川普哦，现在也很讲求一些美感哦。我是第一次知道他原来这么重美学。他是说他不喜欢很多人造的一些船舰哦，也是在这个将领们说的。他说你说它是隐形的，但他觉得根本不是隐形。隐形的船舰不必为了证明它的隐蔽性而设计得很丑哦。好，美国的船舰我不觉得丑啊，哇，川普的美学恐怕跟大家也都不一样。好，曾被称为航海霸主哦，所以美国海兵战斗舰出现了大问题，面临淘汰。好，那这个战斗舰原本是为了让海军能在近岸潜水跟岛链的环境当中快速行动而设计的哦，所以你看到它的外观相当新颖，又有科幻感。那它是自由级跟独立级的两种舰型，看上去都蛮漂亮的，甚至有来自未来的舰艇的感觉哦。那所以呢，大家就好奇啊，到底这个川普觉得不喜欢的舰艇是什么样子哦？真的也是打一个问号。那美国的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的发言人则说，2019年的年底，首次发现了独立级的海兵战斗舰上的结构高应力区段存在着裂缝。那根据巴里伯的说法哦，现役13艘独立级当中，已经有多达6艘都出现了
这种裂缝哦，所以这个当然也被认为说有可能是失败的状况。那美军未来会将以新座级的巡防舰来取代其任务的角色。那现在签约采购的星座号啊、国会号啊，还有启沙比克号等6艘的同级舰，那预计第1艘会在2029年完工出厂。但是我们看到了美国之外，也要看看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舰艇到底是如何哦。当然，他们是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大陆首艘核航舰004动工了。好，那这个是第1艘核动力的航舰哦，那排水量高达了11万吨级的红色巨兽，说这设计的指标都是冲着美国现役最强的福特级航舰而来，这象征北京已经正式吹响挑战美国全球海上霸权的号角。好，所以这个舰载机队呢，当然也是大幅提升嘛。好，有可以搭载很多的战机啊，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像是辽宁号、山东号跟福建号，整体的战略都超过了现役的这些舰艇。好，那中国这边也铺了辽源1的超强大是碾压了美国的太阳神的舰载雷射武器哦。那这是南华早报所报道的，说其实它是作为这个舰载防空系统的最后一道防线。好，所以我们看到了川普原本是没有要去，也不太知道这个将领大会哦，结果现在他不请自来，反而是破坏了赫格塞斯原本的安排。我们先问赖老师。赫格塞斯突然间突发奇想的说要把全球部署在海外跟国内的准将级以上的将领全部都召集起来，将近1000个人，800多人到这个维吉尼亚州他们的海军陆战大学的大礼堂那边聚会。我们本来以为是一个美国这个跨世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布或者是有一个国防的重大的改革，必须要把这些将领全部都找来，直接跟他们来宣布，然后很慎重的说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结果不是结果赫格塞斯的主要的演讲就是说胡子给我刮干净然后肚子给我的脂肪给我消掉。当然这个我们的吕舰长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当兵了不过他当兵的时候他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是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是退役之后身材才走样的不是走样，是稍稍幸福感。但是这不符合赫格塞斯的标准。对，这些但还好他退役了。是然后他又谈到了多元性别的问题，在美军没有了，又谈到了有关于男性你跟女性的差别没有了。既然都是军人，那男生的要求标准是什么，女生就是要达到什么，不然的话你就滚蛋。他讲的态度很简单，你对我的政治理念不认同的你就滚。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客气的。对于这一些终身几乎都在军队里面，从18岁读军校或者是读大学，然后参加 ROTC， 然后毕业以后在军队服务几十年的这些老战士，然后赫格塞斯面对他们来讲，就是说要政治正确。那什么叫做政治正确？我的政治就正确了，跟着我走就对了，不跟着我走全部都给我滚。我觉得这个是很对于军人对于很不尊重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这个川普的玩笑坦白说不好笑，可是川普接连2次讲这句话，他就是语带威胁了。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担忧，他如果在演讲的时候那些将领嘘他，那就很难看了，因为他们要录影，录完了以后他们要传送给各个军队看，而且还有直播，所以他很怕。那因此他在30号那一天，他就接受路透社的访问，他就说，如果有人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对他不爽，我就当场 fire 他。这是他要去维吉尼亚州之前先透过路透社把这个讯息通知出来。第二，接着你看他一上台就先讲，其实看起来是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不好笑，因为这个玩笑有威胁警告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对我不爽，你们可以站起来走路，你一走出去，我告诉你，你的军衔就没有了，你的前途就没有了，这不是威胁吗？所以这种玩笑实在是不好笑，因为用威胁的方法来开玩笑，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就是威胁。而且他面对底下都是将领级的人物不是所谓的一般人哦。好，就舰长。
一直活在这个掌声中的川普总统啊，那他当然面对这么多的将领啊，对他的这个死亡沉默啊，他非常的不习惯。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啊，你是三军统帅，你面对的你的这些将领啊，你进行的是主席训示。主席训示有拍手的吗？没有嘛，所以是川普本身搞不清楚。本来那个军方参加各种集会，主席训示，你的长官训示完之后就没有拍手的啊，你拍手你就倒大霉了。那赫格塞斯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他要进行的就是战士精神啊，战士精神。可是他的战士精神呢，我们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勇往直前，我们听到的最接近勇往直前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身材的要求，对于这个外貌的要求啊。那其实其他的有关于这个坚韧啊、奋斗啊、勇气啊，好像都没听到。那不过没有关系啦，那因为他们的军舰、他们的战机长得丑嘛，对不对？其实川普应该是还没看到这一个新款的这个改装的伯克级驱逐舰，这个有多丑啊？是不是？它为什么变成这么丑啊？因为它加装了非常多的电战系统，所以川普这种总统级的军盲很可怕的，因为他其实真的是不了解。例如说，我们在这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圆形的啦，有长形的啦，那还有横形的。这是什么？这是应对各种不同极化天线的接收以及反制啊，所以他非搞成这样不可啊！而且这本来就是违章建筑啊，因为原来的这个伯克级驱逐舰上没有这个，而且我们刚刚还讲到了有关于滨海战斗舰，现在滨海战斗舰也在搞违章建筑啊，也就是因为它的战力其实是烂的，也就是因为他当初他福音了1991年。这一个苏联解体之后呢，那个时候美国海军的战略改变叫做 From the Sea， 从海上来，意思是你滨海国家就倒霉了，所以我就盖了滨海战斗舰。可是它的打击能力不够啊，尤其因应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所以他搞了这种胶囊的这一种反无人机的这个飞弹啊，所以这很丑的啊，全部通通装起来。不过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这个问题大家都说是核动力的那其实如果说我们仔细看一看，未必是核动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喜欢讲而且呢都用水泥航母来当做那个一种示范我跟大家做一个比拟这是新的改建后的水泥航母它是308.3公尺，这是旧的水泥航母，它是305.93公尺。其实为什么都差不多？因为它的水泥建筑就是这么长嘛。它真正要射弹射的话，它是跑到那个辽宁新城机场去，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它一定是这一个核动力的。至于现在的状况，它的用电的情形，它已经在使用超级电容以及锂电池，已经足以负荷它所需要的电力。好，顺峰委员，这个美国的传统是文官指挥军队，这个是美国很好的一个传统，也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非常欣赏的一个传统。那这文官指挥军队，他真正呢，他的这个解权呢，一定是对方犯错，或者他的战略思想跟文官的，就是跟总统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他才会换。一个是你执行不好，你的业战就不好，或者你这个战场表现我会换。但是听总统用这样的话公开去警告所有的将领，真是闻所未闻，大概也是美国有史以来至少我能读到的文件里面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么样子粗鲁。他讲说要讲品味，他是蛮有品味，他是土豪金的品味。你去看他盖的大楼，你去看他大的饭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土豪金你想去享受那种土，所以他跟阿拉伯很多朋友很好，有没有？因为他们很接近，这就是他的品味。至于说他对军舰的不满意刚刚这个舰长已经拿那个图给大家看。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052也好，052D 也好，
或者他的那个美国最新的那个现在不服役了，因为服役失败的那个那个滨海舰队啊，它最大的特点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的桅杆，可是呢，你看伯克级那么多的桅杆，因为已经落伍了，现在还有人搞那么多的桅杆的，早就是一颗一颗的圆球来做处理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当时他把所有的将领集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猜要干什么，大家都猜一大堆，有没有？结果搞了大半天是一句话，应该比较接近，在为赫格塞斯示威。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国防上没有经验的人，他是一个在军队上没有资历的人，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声望的人。今天美国要找这样的人当国防部长，那大概是几个卡车都装不完。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我讲京东对他很多的不满，他要借这个东西来示威。可是你也发现，这好像有点这个周幽王跟包氏有没有？在这你不觉得很像吗？把全国第一线的指挥官全部集合起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我老大，这什么跟什么？那再跑一个叫来，你不听我，你就给我滚蛋！这什么跟什么？这个国家，所以我刚才讲，不要以美论弃美论算了，那还跟他走在一起多难过啊！最后呢，我很同意，那个00是未必是那个核动力，未必，大家猜的太多了。而且93之后那个弹射成功之后，大家太兴奋了，现在越兴奋讲的有没有越悬了？可能得冷静一点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有人觉得现在美国很乱，其实这恐怕也跟川普很有关系。我们看到他开刀挥刀谁呢？其实就是民主党这里哦，因为他现在呢向美国将领喊话说敌人就在国内，而且剑指的都是民主党的城市。他批评像是旧金山、芝加哥、还有纽约跟洛杉矶都很不安全。好，所以呢他也预估要一个个整顿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哦，要对抗来自内部的入侵。好，我们知道上次选举的时候，像有一些州都是民主党拿下嘛，所以呢，他现在已经让6个民主党州都派了国民军进去来进驻。很多人说这6个民主党州都算是沦陷了，因为接下来还有4个也是民主党州，目前川普还没有下手，但是恐怕接下来是他的另外目标。好，那我们再看中国大陆的11假期哦，已经要展开了。很多人说，哇，这人潮又是满哦。我们看得到北京边检的总站预测说，11中秋的长假，首都国际机场跟大型的这个国际机场合计出入境的人员量将超过是50万人次哦。那也发现说，到这个美国、英国、澳洲跟德国的旅客都增加了。好，不止人出去，还有其他外国人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媒关注到了中国的旅游，说他们都去重庆玩呢。好，那这是一列轻轨穿过居民楼而过，那一处看似地面的广场嘛，实则是22层的高楼屋顶的夜幕这个降临，霓虹灯点缀的天际线亮起哦，宛如《银翼杀手》中的场景。所以很多人说哦，这个很有这个赛博朋克风的城市景观。好，赛博朋克我也去查了一下哦，这原来是代表说很奇幻、很 fancy 哦，这成为了中外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哦，说非常的科幻又亮丽。好，来自美国的退休夫妇哦，他们就说决定要去重庆，并表示无论你走到哪里，其实都是一场视觉飨宴，也就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经验赞叹的程度相当的高。好，那再来我们前一天讲过到了鸡排哥嘛，好，这个鸡排哥的摊位哦，邀请这个游客双节的时候到景德镇来旅游，就中秋节跟11嘛。好，那鸡排哥还被男子扯拽衣服，要求站在高点演讲，那多次拒绝站在矿泉水箱上面仍然不依不挠。这男子道歉说，当时真的是太激动，是无意的，所以可
见哦，这鸡排哥的魅力无法挡。好，另外我们就来关注到了是美国盟友哦，现在是不是都背叛川普呢？尤其是印度，根据路透社9月30号的报道，印度私营的煤电生产商都在敦促印度政府要放宽对中国设备进口的限制，希望有更多中国进口的煤电设施。好，不过消息人士说，印度政府还在考量这个协会的请求。那另外就是美国的豆农还在希望扒着这个中国的订单，但被川普视为盟友的阿根廷政府就突然取消了大豆出口税，抢夺市场哦。所以有川普政府觉得说，我好像被背刺，就被背叛啊。他说原本我还想出手相助这个阿根廷的金融市场，所以现在这种不满对阿根廷不满的情绪在美国发酵。好，另外在上周的纽约联合国大会哦，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收到私人短信，就是对于阿根廷的降低出口税的一个控诉。所以现在纽约的这个挪威的官员也期待跟中国加强海事等领域的合作。那小米苏七哦，让福特的 CEO 也爱不释手。那他是认为说，现在中国真的是完全主导了全球电动车的产业哦，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影响力是越来越强。好，虽然哦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之间互相较劲哦，但是很多人还是说出了现在中国真的是越来越厉害的一些实话哦。好，我们看到川普向民主党这边开刀，首先先问赖老师。川普很明显的针对性的了啊，他不管是对于芝加哥民主党的，对旧金山啊民主党的，加州民主党的，还有对纽约民主党的，他都下手了，所以针对性很强。他的理由是说治安败坏，然后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非法移民攻击联邦的移民署，所以他们都是恐怖分子，因此他要调动海军陆战队，调动国民警卫队去接管当地的这个治安权，就等于是把地方的他们的首长的警察权把它剥夺了，这个是夺权的一种行为，而且他一直在针对的都是民主党，他对共和党没有下手，他都针对民主党。这个就好像台湾某个政党一旦当大了以后呢，就对于这个另外一个政党的党产下手了哈，就等等都是一样的，而且呢是那个杀到祖宗3代这样的，这种都是太残忍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也做同样的事，越来越残忍。我觉得他把美国的这种政治文化，我觉得把政党的恶斗已经带到现实的生活层面了，这个未来的发展都并不理想。我觉得川普不赶快调整的话，他真的会把美国的这套政治制度整个被他侵蚀到我们看到越来越激情。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巴农就是川普的一个以前的智库，他只是黄仁勋讲到说，中国大陆现在的奈米，他没有落后美国2-3年，也不是2-3个月。他说，他跟我们落后只有几奈秒，几奈秒等于是没有差了，你知道，因为你那一秒人没有办法感受到，人对1秒钟都不太容易感受得到，那一秒怎么能够感受得到？他的这种形容词的意思，也就是说，大陆的 AI 晶片没有输美国，没有输。就这样子，然后他说，那一些对华的鹰派都是把美国带向地狱的人，他就说把他抓起来。这个已经是到毫无法治，毫无那个，就是说你只要跟我意见不一样，就把你逮捕。那时候马斯克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说把他逮捕，把他财产没收。你可以看到这些美国人已经到了疯狂的一个地步。重庆这个城市实在是，因为你也知道，重庆对我们台湾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很多从大陆来的民众来说，重庆真的是很有感情。其实对于台湾的大部分的老一代的民众也很有感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中心嘛。重庆这个战时的首都，这个是它还保留很多完整的这个蒋介石时代当时的这些决策的一个机构都留得很完整。我真的是很强烈的建议台湾的朋友去重庆看一看，因为重庆这个城市是一个立体性的城市，非常立体，而且呢，你去以后你就会完全感受到为什么中国的基础建设能力这么的强大。因为重庆的这个3型的一个城市，它在基础建设这个部分是很困难的。
但是都是靠的这些大学教授带的工程师、研究生，然后他们把整个城市的交通建设、基础建设建设这么漂亮，它真的是我们叫做魔都了，它太美丽了，真的是强烈建议台湾的朋友去重庆走一走，太美丽的一个城市了。好，盛峰委员，这个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啊，那读到了有些书里面他讲到说美国会走向法西斯的可能，当时我们说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那我们读书的时候怎么相对？可是它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我导致一辈子都记着。这句话今天拿来适用。他这句话就是说，法西斯不会发生在那个不民主的国家，法西斯会发生在民主失序的民主国家，就会是法西斯抬头的时候。它的标准就是 law and order， 法律跟秩序，就是民主实行一阵之后，民主失序之后的民主国家，在 law and order 的号召下，它就会走上法西斯。这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我不相信美国会走上法西斯，但是这句话放在今天川普的身上，好像什么？好像在应验中是吧？显然当时的学界还是有眼界的，还是相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希望因为美国开放了，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开放了140小时的这个免签证之后啊，有大量西方的国家进到了美国去，然后再进到中国去，然后非常压抑，哎呀，怎么这样子？事实上是因为你们把眼睛闭太久了，你们把耳朵塞太久了，你们所看到的这一个重庆是现在才开始的吗？早在10年前，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幕；早在现在，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火车穿越那个房子的这一幕了。是吧？它在大陆里面有2个魔都，一个就是3层魔都啊，就是重庆；一个是海上魔都，就是上海。所以2个魔都啊，也很漂亮。非常就是都是很漂亮的。不要乱讲，台湾比它漂亮。不要看不起自己，都很漂亮，对，小孩才做选择，对，不要说这样，我也讲不出话。讲到3层魔都，魔都最后呢，就是说你们把眼睛闭太久了，把耳朵塞太久了，真的塞太久了啊。那再来看呢，这个别的因为我对车子我比较有兴趣，而且也蛮喜欢的。这个 SU27啊，这是我亲手实车看过了。它有两型。中国大陆的车子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一堆配备等你加，它就有2个型，一个就这样子，但是就是它的马力啊什么小一点，一个就是完整一点，它配备呢齐全，你齐全，你不会想说再加什么都不用了那么那部车啊，依我的标准来看，大概跟 Porsche 的那个 Taycan 的这一个电动车。标是水准是一样的，价钱差6到7倍。哇哦，它那个一部啊，大概人民币最标准的最好是25万5人民币，25万，很高啦，非常的高，而且里面的内装里面，依我对车子讲究的人讲起来看，羡慕死了，只是买不回来而已。性价比很高。对，可是呢，那个就是买Taycan的话，大概就是。600多万的台币嘛，再加配备的话，搞不好700-800万都要。那他这个才100多万，100多，也就是说，我每年换一部有没有？对呀，我可以开7年的新车。也是啊，所以为什么怎么能比呢？而且不让我们进来啊，对不对？那所以我每次看到车上这个电视节目在那介绍什么日本啊哪里的电动车的时候，我就很火大，当场关机。好多东西不进来，所以只有盛峰委员就是他不是小孩，他不做选择的他都要。好，那个舰长。我们从刚刚盛峰老师对于中国大陆电动车的这一个说明啊，我们就知道了中国大陆的产品啊，已经早脱离了那个30-40年前的那个状态，现在基本上来讲叫做价廉物美。可是呢，这个价廉物美啊，那欧美国家跟不上，而且呢，那个在价格上面呢，实际上来讲变成白菜价。那这个一刀打下去啊，那其实我们就看到了，现在所有的车厂其实应对比亚迪等这些车子啊，电动车都是节节败退。那这一个
不止如此啊。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印度，它的一个煤电生产商也要求，是不是可以买中国大陆的一个设备啊？也同样是这个原因啊。那因为呢，印度的电力部门从2021年他就要求了，也就是所有的装备通通都要印度制造啊，也就是国电国造嘛，是不是？结果呢，没想到啊，你的这一个资源不足，然后你的技术不足，然后你的成本又高，那所以大家就选择买中国大陆，所以他们才会建议要买中国大陆的产品。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首先来介绍加入我们这1个小时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正峰，一伦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最近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台美的晶片哦，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这边放话说要有产能55分哦。好，那当然在美国这边交涉的是我们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哦，那他之前也有率团到美国，就是对这个对等关税跟贸易合作展开新一轮的谈判。那在这个今天的清晨返抵到了桃园机场，那所以大家就很好奇，问他说，这个美国放话说晶片产能55分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看到他回答说，这纯粹是美方的意向，台湾的谈判团队从未做出任何承诺，这次的会议也没有触及相关的议题，更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好 ，PTT 网友马上在下头就回呛说啊，哲学系的谈判高手吗？好，说我代购回国连面都没见，到底要谈什么？好，那暂时20%哦，这是总统赖清德说的，那都已经2个月了，所以这暂时到底要多久哦？是暂时20年吗？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做了梗图哦。好，左边这边是说这个美国讲说台湾晶片要加码投资美国，然后这个青鸟吧就安心睡吧，说什么暂时的我要继续谈，就后面哦美国又放话说晶片直接55分，就是说我还要再谈，然后后面就说啊你不要再谈了，就大家做了很多的梗图要来揶揄啦。那也有风评是说现在哦这个台湾还剩多少时间呢？因为我们的细盾确实已经被美国来勒索了嘛，好，看到美国的晶片自制率要从2%提升到40%，成就美国版的细盾。那这个话出来，当然是引发台湾的舆论哗然嘛。好，赖总统强调的暂时性哦，那关税上路近2个月了，台湾传产惨不忍睹，厂商实际是没有新的假期，然后美国的蚕食台积电的野心不再掩饰。那面对这般危局，台湾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所以也看出来很多人是蛮紧张的。那台美的关税都还没谈拢，现在赖总统又开始跟美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好，那当然现在是抛出最新的是美国农业部的次长，他们率了25家企业来台湾行销，宣布要开放这一项农产品来到美国，是哪个呢？就是大家最熟知的台湾凤梨，说可以销售到美国的市场哦，说这个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哦，会有一个什么双方这个持续发展、共同繁荣的样态啦。好，那赖清德这边则是回应说，我们这个台湾也有准备哦，我们规划在未来4年要采购100亿的美元农产品，包含现在的项目已经出来了，还有黄豆、小麦、玉米跟牛肉。说加速台湾畜产业的生产效能，然后也可以提升台湾的粮食安全。好，那赖总统就直接也在他的脸书把这个总括的部分哦讲一下，说台湾是美国第7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第7大农产品出口市场。那美国是台湾最大海外的投资对象，以及最大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显示台美之间哦，不管是经贸啊，还有农业，都是合作非常坚实，彼此都很需要。但是 PT 网友照样不买单啊，觉得说你只要碰到美国，这个身子软到不行啊，所以这次要送什么呢？说把美国阿公送回去好了。还有 PT 网友说，台美关系，那你要怎么解释晶片市场55分？
说话啊，好，叫赖总统说话。好，当然这赖总统不会去谈呐。那当然，现在网友呢看到了这个莱尔跟川普之间的这个，不管是在贸易啊、晶片或者是农业上面，又做了新的二创影片，来看一下。这次你不是我把柄，我把你揣兜里，你把我揣锅里，我要反击了，嘿嘿嘿。我们台湾买了那么多天然气生产力，结果台湾人川普凭什么不满意？你以为你叫网军我就怕你？骂我，你们台湾还要先排队。我准许你们进入关税谈判的首波名单。你提出的台美联队想法很好，我带上美利坚的人才，你带上你们台湾的人才，打扮一下带过来见我吧。爸比，你不是说带人才过来，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了？我就是美国最先进的人才，难道不是吗？全球谁敢跟我比肩？那我们台湾的人才，只要你愿意，美国台积电欢迎你合作。好，看到网友的二创影片哦，讲的当然也是有一点点反讽，但也是掺杂着事实在里面，所以大家我看了也是蛮担心的。那另外，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也是积极的在防堵嘛，我们看到他们有做一些动作，包含是韩国的 MRO 的美军舰船41000吨的路易斯克拉级的这个干货弹药补给舰，它有驶入了蔚山港。好，业界说，其实依照韩国造船业的标准，这个作业的难度并不高。对于造船的基础建设而言哦，相对美国来说，这定期检修其实对美国来说是有一定的挑战。好，那在韩国这边也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已经证实了。好，但这样子的动作会不会显得让现在的台海更显危机呢？因为我们看到有卫星影像曝光哦，这是纽时的报道说，中国大陆已经加速了这个飞弹基地的建设哦。他说这是29号公布哦，所以真的蛮新的。这个解放军正在加速的扩大2座的飞弹基地，所以你看左边跟右边哦，真的差蛮多的。好，那这基地设置了数十座飞弹发射台，其中一座距离台湾只有360英里，也就是579公里。好，那解放军部署超高音速导弹东风17，以及被部分中国研究者称为关岛快车的东风26哦，那后者能够打击到美军的驻关岛基地，所以这是具有威胁性的哦。好，那无人机航母海事载级哦，现在网络上也流传到最新的照片，显示有无人机航母之称的陆星型07627攻击舰的首舰四川号，那甲板上面的电磁弹射器工棚已经拆除了，而且标示着电磁弹射系统主体安装完成，那在年底可能就会出海试航。所以军事专家也认为说，可能这个歼35等有人机都已经是完成的，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已经有一些准备了。好，那这当然对于台湾也是一种威胁。好，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晶片产能5分，美国这边放话了，不过我们最新看到了行政副院长这个郑丽君回应说，没讨论也不会答应。但问题是我们筹码几乎是没有了吧，盛峰委员？当然没有了，有什么筹码？我觉得刚才这么多的内容啊，我们把它拆开一下，一堆都很简短的来回应大家。第一个，农产品输美，你只要 Google 输一下台湾农产品输美，你发现找不到条文，只看到台湾产品输美，因为台湾农产品输非常的少，硬把它找出来是什么？连凤梨酥在内，大概1年大概8-9亿美金。那我们好像我们准备要输美，结果呢，芯片不见了。所以咱台湾一句话讲，牛屎不来甲鸡屎捡起来用啊。牛屎就是那个牛大便一大铺，有没有？那丢出去啊，然后那个鸡屎啊，那一小块一小块捡进来用。这民进党这边的标准，台湾的牛屎不切角啊，鸡屎捡起来用，还沾自喜，讲你看我丢鸡屎啊，丢脸死了。第二个，美国的这个纽时提出来的，这些飞弹又要回到2000年陈水扁的那个，哎呀，几百颗飞弹对准台湾。你现在你还开始不看没有尝试也看一下电视吧，是吧？你只要看一下93那个阅兵就知道了，他干嘛用飞弹对台湾呢？他550公里的火炮，对吧？350公里的火炮，这一个飞弹还将近570公里，那个是对谁？对美军基地的，对那个是对哪里的？关岛。对关岛的啦。所以不是对美军基地，还有对美国的船呐，大概是这样子。
对台湾不是要灰弹了，是灰弹防治不了的火炮啊。还有呢，阅兵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什么那个登陆的2机炮车啊，登陆的2机炮车一面登陆一面蹦蹦蹦啊。台湾要注意的是这个啦，那个灰弹不要注意的啦，因为它灰弹不会打台湾了，不需要了，太贵了啦。好，再过来呢，来我们就讲芯片。为什么芯片会有这个东西？55不要被这个数字所蒙蔽了。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发现从台湾的身上在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它干预台湾的能力越来越降低。中国大陆现在的精力绝对有办法让它没有办法干预台湾海峡了。他已经这个第一岛链要进来台湾干预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失，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趁机会好好捞一捞。所以我们明年的预算全部挤在1兆多，全部购买美国的军事用品，3000多亿的这个美金。然后呢，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呢，台积电就要拿过去了。55，什么叫55？我问各位怎么算？那假如55的话，那台积电在韩国的算不？在日本的算不算？在德国的算不算？在中国大陆的算不算？啊，这不是只有这个5奈米以下的才算，5奈米以上是他没有跟你讲明，他这个只有一个意涵，我要，而且告诉你要就要一半。什么叫一半？就是你的产能的一半。为什么？一半也好，40也好，什么也好，我就是要拿到我美国能够安心的数量，在谁身上？在美国的身上。然后呢，民进党怎么办？跪舔送，这3个字。其他的在野党，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振奋一点，也不要在那里沉默不语。面对美国就沉默了，发挥攻击民进党的力量，好好对美国告诉台湾不要以美，以美就是哎呀，考虑要不要再相信他，这思维逻辑。台湾应该考虑到弃美啊。可能美国必须要放弃喽，因为他已经准备放弃台湾了。这个，请各位想一想，这个才是重中之重。这一步一下去，台湾的所谓的护台神山呢，从此不见了。好，接下来问赖老师，美国不会对等的对待台湾，也不会尊重台湾啊。所以邓丽君这样的一个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这样的一个行政院的副院长啊，到美国去，是你看接待他的是什么层级的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显示出部长级以上的相关的谈判代表来跟他接待。有照一张照片了，你不要这么说。但是我们也没办法确定是他们2个在谈判还是不是谈判。对啊，也没办法确定是在谈判桌中是平等的来谈判，还是矮等的啊？美国用居高临下的方式来对待你啊。一般来讲，我们估计美国应该是用居高临下的方式来对待台湾，那这个就是在民进党眼中的友邦，也就是民进党眼中的友邦就是居高临下对台湾，然后盛世凌人对台湾，然后他要什么你就必须要给什么。本来台积电真的是不应该过去，我想张忠谋第一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不应该过去，但是你却过去了。当你第一座过去了，你现在要7座都要过去，事实上台湾的筹码就已经尽失了，几乎没有什么筹码了。现在美国很明显的，他发现台湾是很软的柿子，很可以吃，所以他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了。鲁特尼特的那个公开的讲话，他并不是一个随便讲一讲而已，他已经把美国要的这个牌他明说了，他说我就是要1半的台湾的这个半导体，1半的半导体是制造能力哦，所以等于是台湾的这些半导体厂要搬到美国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必须要在我任内，因为我现在美国的生产量占全世界就2%，我的目标是40%，那台湾的总生产量未来会是17%总生产量，那事实上台湾整个过去也都跟美国的2%加起来也不过19%，还不到20%，那剩下的21怎么办？所以很有可能要从韩国、从日本，然后从欧洲、从其他地方里面去抢过来，不然的话，美国没办法建立起它所谓的40%的产量。可是问题就在于，台湾如果走了1半，那剩下的1半还要留在台湾吗？还是干脆都过去了？
那如果台湾的半导体都过去了，台湾还剩下什么？我们的1年的总 GDP 一口气少掉将近3000亿美元，我们才7600亿美元呢。你少掉3000亿美元，台湾还剩什么？房地产不值钱，物价不值钱，城市衰败，服务业衰败，台湾根本就是失业一片。坦白讲，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民进党你执政你要的结果，就是把台湾搞得很贫穷吗？好，因为台积电真的属于算我们占 GDP 蛮多的，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台积电，恐怕这后果就不堪设想。邱叔，我们看到啊，现在赖政府告诉我们，哎呀，真是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凤梨可以外销到美国去了。可是我们有想到吗？原来在卖凤梨到美国是哪一个国家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多的其实是我们看到这里是，也就是中南美的这些国家啦，哥斯达黎加，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洪都拉斯、墨西哥这些国家，而且最多的就是哥斯达黎加，为什么？因为其实啊，美国对于中南美它的这一些，你到底要生产什么，它是有分工的，所以才会有这种香蕉共和国的说法。也就是我就是要你做这个，然后你做这个卖我嘞，那没问题，我给你优惠的关税。现在我们的这个凤梨，难道你要坐飞机去吗？你坐飞机去，你的运费怎么算啊？那你要坐船去，你的凤梨即使可以放那么久，真正到了消费者手上，那又变成什么样子了？那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想一想，当初我们的凤梨只是送到新加坡，结果新加坡拿到什么样的凤梨啊？那这个是我们要想清楚的。另外，他还说啊，我们现在要那个4年采购100亿美元的黄小玉啊，那这就开始精彩了，就是那个黄豆、小麦跟玉米啊。所以我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的学生叫做生生有鲜奶，以后就是生生有豆奶啦。牛奶没了，就喝黄豆榨出来的那个豆浆了。那现在的部队呢？那大家最讨厌吃的，这就是这个三色豆啊！真的很多人讨厌吃这个。以后就是天天三色豆，餐倒不至于啦。天天三色豆，人家不要的，也就是中国大陆不进口的。结果我们全都包了，你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吗？接下来我们讲到说这个飞弹阵地的部分它到底在哪里啊？它在安徽省啊，各位，是安徽省。如果要攻击台湾的话，以前都是放在哪里啊？放在福建省。那后来因为我们台湾说我们有 HIMARS， 我们有各种的好棒棒的飞弹他们已经向后延到江西去了，可是没有延到安徽去啊。延到安徽的，就是刚刚盛峰老师讲的，他那要打日本的那个叫做冲绳快递呀，也就是东风16、东风17啊，我们还觉得那个是打我们的，搞错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从今年的这一个海峡雷霆，我们就知道他们根本就是准备拿火箭弹来对付我们。远程相似火箭弹这件事情啊，这个其实在美国的这一个美国海军的那个战争学院，他就出了这一篇论文。你看看他最远可以打到哪里？超过与那国岛啊，他可以打那么远，那他为什么要用飞弹呢？而且火箭弹它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它的近地点很低啊。你觉得可以用那个天宫？你觉得可以用爱国者拦截吗？我跟大家报告。不可能，因为它在你的拦截高度之下飞行，所以我们谈这些事情要用一点科学不要用神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